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大家好；吴春成委员、陈凤馨小姐、林玉芳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李博义议员。好，那么美国民调最新民调说已经川普跟那个贺锦丽黄金交叉了哈，贺锦丽好感度超越川普7个百分点啊，所以哇，看起来贺锦丽这个扶摇直上哈。那另外呢，1个礼拜收了2亿美金的选举资金啊。那 Zoom 的募款也破16万人啊。那另外呢，这个贺锦丽副手是谁啊？被认为可能是凯利了哈，他太空人啊。那他也曾经到台湾来访问过，也参观过台积电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主要美国选择还是看摇摆州嘛。啊，共和党。那可能用3个方法打击，在摇摆州打击贺锦丽的哈。那么现在这个 Arizona 49比44 ，Georgia 48比46 ，Michigan 46比45，宾州48比46 ，Wisconsin 47比47。川普在摇摆州调查还是领先，但是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不过川普昨天跟那个基督教团体讲的话很奇怪，因为这个热心的基督徒是支持川普的。因为共和党嘛，反对同性恋啊，反对堕胎，这都是基督宗教很坚持的哈。那川普跟他们讲说，你要不要投我？投我4年后不必再投票了。民主党一听说你在讲什么，让我继续当选，4年以后大家不必再投票了，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啊，你继续干下去还是怎样？你要怎样取消选举啊？到底什么意思哈？我们看一下。Madam Vice President, are you on TikTok?Well, I've heard that recently I've been on the For You page, so I thought I'd get on here myself.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加入社群 TikTok， 只用账号6个小时内，第一篇 po 文就获得将近600万浏览次数，也累计超过100万粉丝。但是对手川普更厉害。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 It's my honor. 这是川普在 TikTok 首发影片，今年6月1号正式启用账户，已经超过900万粉丝，几乎每部影片都有100万流量。川普、贺锦丽先后使用 TikTok， 就是要抢攻不使用传统媒体的年轻选民。Viral political videos are always blazing on TikTok, but ahead of the election, they're gaining a lot of steam. If you want to run for office these days, it's nearly impossible not to have a TikTok. In this election, we know young voters will be key, and we know your vot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It must be earned,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will do.贺锦丽也推出竞选广告，积极开拓年轻族群支持。同时，根据 ABC 民调，贺锦丽支持度暴涨，从上周的35%，这周变成43%。反观川普，从40%下滑到36%，首度出现黄金交叉，或许跟不少年轻团体背书贺锦丽有关系。不止支持度，拜登退选之后，贺锦丽募款也暴增，已经超过2亿美元，当中超过60%来自首次捐款者。声势看涨的同时，贺锦丽找谁当副手是另一个难题，预计在8月7号揭晓人选。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五来到佛州，在极右派基督教团体转捩点行动举办的造势活动上，再次语出惊人，竟然高呼只要这一次把票投给他就好，以后都不必再投票了。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I'm a Christian. 川普的这番言论立马令人想起他去年12月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中说到，如果他重返白宫的话，要当一天的独裁者。这也再次掀起外界疑虑。不过在同场造势活动上，川普继续将炮口对准贺锦丽。Kamala Harris stabbed Israel in the back in its great hour of need. She doesn't like Jewish people.但川普似乎忘记贺锦丽的先生任德龙其实就是犹太人。Emhoff is the first Jewish spouse of any vice president or president for that matter.
尽管如此，川普对贺锦丽的攻击没有停歇，在各种活动上炮火全开。CNN 指出，这是川普首度承认贺锦丽处于蜜月期，因为从华盛顿邮报最新民调来看，川普只以49%领先贺锦丽2个百分点，显示拜登退选发酵，贺锦丽快速整合民主党党内支持，已经让川普感受到压力。来，春生兄怎么看？当然就从选举来看嘛，哈，就是赢得年轻选民，哈，就会赢得选举，应该这都是选举的不变的定律啊。那个贺锦丽起来啊，我觉得对年轻人是更有吸引力嘛，哈，改变了2个老人的一个选战嘛，哈。那现在看起来哦，我觉得川普是真的有一点开始失言了，有点慌了哈，没有他的攻击。贺锦丽说他是一个激进的疯子，他讲说左派的激进疯子啊。我在想说，这个不是就大家对这个川普最大的疑虑嘛哈，就是一个狂人，一个疯子嘛哈。不过现在选举啊，应该还是一个新的局面刚开始了哈。现在后面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啊，特别是在摇摆州啦，很多的一些政策啦啊。那所以像很多的政策啊，大家都可以针对不同的族群的政策的调整啦哈。像比如说川普之前都非常反对比特币，然后他最近呢却是宣布要把比特币变成美国的储备国币啊。那这个又对吸票有帮助嘛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的攻防啊，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变数。有没有？首先啊，我觉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个高潮迭起啊，真的是让我们蛮瞠目结舌的啦啊。那刚才那个春成委员也提到说，美国的政策变来变，我马上想到就是 TikTok。因为川普在他的任内呢，曾经用行政命令去禁 TikTok， 结果后来被法院打脸，说这个不行。到了 Biden 的时候呢，哇，他们又弄过那个参众两院这个投票正式的把它变成是一个法律，说你如果这个北京母公司不撤资你就会禁播等等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贺锦丽她的支持度飙升，刚才春成兄一语道破，他就靠年轻人啊，靠他的 TikTok 的粉丝族群，然后他在那上面，为什么这个贺锦丽现在好感度会这个扶摇直上？因为呢，你搞不清楚他曾经代表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新人跟那个年轻人就有这种好处，你感觉说他虽然不是完全的一张白纸呢，可是他的失分，他过去在边境议题各方面有失分，可是他在其他的地方呢，也确实你找不到，譬如说在国际关系上他到底做什么主张找不到，经济议题呢他的琢磨也不多，那你对于一个比较新鲜感强的，然后负分又不多，然后再加上呢他很爱笑。他非常的这个感觉就是蛮温暖、很热情。那之前共和党一直播他、嘲笑他，笑得要命。可是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他最喜欢这种年轻人的，或者是各种这个不同族裔的，觉得说，你这样子又把大家这个凝结在一起。只是说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我认为真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数，譬如说。我刚才在这个节目录影之前，我正在看一个新闻，就是法国奥运的表演秀里面呢，他们竟然就用那个变装的那个 drag queen 呢，就是一些这个算是怎么说呢？用服装秀，可是变性人穿女装的这个秀的方式呢，去做出基督教的那个最重要的圣话。最后晚餐的那个耶稣基督要分酒跟肉给大家很悲愤的，因为他要去上十字架的那个达文西的那个名画。结果呢，这件事情哇，简直是踢到这个全球基督教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基督教会啊，还有各种连赞助者连什么都撤资，然后呢，争议很大。那大家觉得我好像离题了，怎么跑去找法国奥运的事？可是这种问题就会跟美国总统大选，他如果完全去诉求基督徒，会不会产生一种连结？这个就会跟
在美国也经常在讨论的所谓左派跟右派的那个价值观呢，也都会产生各种的互动。所以美国总统大选就是那么麻烦，它的选举影响全世界，可是世界在发生的大事也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它。川普我觉得不止把美国大选搞得很 low 啊，他甚至还把美国选举搞得跟传教活动很像，感觉是布道大会啊。他每次的演讲激起的内容，感觉不是在诉求他的政策怎样，是诉求下面的选民只要相信他就没有问题，就搞得定了。所以川普才会在这一次的保守派基督徒组织上面啊，说什么他是基督徒，我爱你们，然后撂下一句话说，只要这次出来投他就好，因为4年后就不用投票了，他这次会搞定一切。我不知道他搞定一切什么意思啊？这之后美国都完全没问题了吗？这种错愕又意义不明的言论，我觉得代表的不是川普觉得他很有把握会胜选，开始乱讲话，反而颠倒是川普觉得感受到贺锦丽的压力了，所以开始现在我觉得他的言论越来越激进，或者他言论越来越感觉起来是为了固守他的基本盘，因为不要忘记了，川普前2次选举啊，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是他最坚定的基本盘跟支持者。所以这一次对他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票，他一定要把它顾好。而贺锦丽这次却刚好颠倒，他拥有的不只是非白人族群的选票优势，刚才来宾都讲到了，他更是有年轻人的优势。据数据统计啊，美国30岁以下的选民，贺锦丽领先川普超过2成呢，这是一个非常夸张跟离谱的数据。所以表示，既然贺锦丽拥有了现在年轻人的心以及非白人族群的选票，那接下来贺锦丽最大的挑战，我认为是接下来跟川普的辩论会，因为如果他辩论会表现得好，接下来能够稳扎稳打，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是鹿死谁手，其实到现在还是很难说。我是觉得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哦，在这个本来这个拜登要退选前，大家都在猜嘛哈，猜到底会不会退？那退了以后呢，反而还要更精彩哈。大家因为这个毕竟我们不是美国的选民，但是其他国家在看美国大选呢，这个相关的脉动都影响到。你看我们的股市就影响到，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心。那在贺锦丽的这个出现哦，让我们觉得美国的大选哦更精彩可期。你看他除了年轻人可以得到选票之外哈，他强打在中产阶级，他中产阶级的社福啦，相关的政策也好，他获得比较多的认同，所以他的战略非常的灵活，他比较不像拜登这样子，比较老气，他也不像川普那样子已经。可被预测，它大概就是煽动啦、情绪这些哦，所以在选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看到的是非常热闹、非常精彩。不过因为离他们的投票哦，这还是有点距离啦哈。现在的民调到底能不能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是比较希望看到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对台的政策会比较稳定的，也许我们会比较期待。但我们最近也是有点担心说，之前在签订这个台美21世纪台美的贸易协议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变数？好，相关的战略的部分啦、国际的部分啦、外交部分、军事部分，会不会有变数？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格外关心的部分。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现在在辽国永贞举行第14届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啊，那王毅严格批评，他说呢，这个台海大家都很关切，但是呢，就是美国在捣蛋啊。他说，当前危害台海局势最大挑战来自岛内台独分裂活动跟外部势力干扰破坏，尤其是美国。好，他们现在也不隐晦了，就是反正就是高兴也好，不高兴都讲了哈。王毅跟布林肯会面，说呢，这个你们这个就一直搞台独，你往台独走一步，我就呢这个反制一次，你不断搞台独，我就不断的反制，最后呢朝向完全统一的目标，好，就是你搞我也搞，你搞我也搞，就这个意思了啊。那另外呢，王毅跟布林肯会面，那大陆媒体说，王毅真辛苦，老板都不干了，他还在跑啊。那对华府真辛苦，布林肯真辛苦吧？布林肯真辛苦，他说老板就是那个拜登不干了，他还在外面跑哈。对华府呢，大陆媒体说对华府的信誉是存疑的哈，所以中美还会保持斗而不破，但是呢也不撕破啊。那另外呢，这个驻美国的大使大陆叫谢峰，他说美国要停止在大选年打中国牌
美国如果真的吃亏，美国常常说跟我们在一起吃亏的，川普说我们钱都被这个中国赚，真的吃亏，双方合作怎么可能持续45年？早就翻脸了就是双方都有好处嘛。所以呢，敌对双输，合作共赢。我们两个敌对的话是双输，合作才会共赢那另外呢，美跟日本2+2会谈，也是说要和平解决台海的问题了川普会不会保护台湾？大家也关心这个问题。日经说，也许把它单纯看作将来川普跟美国的谈判筹码。没错。美国台湾就变成一个谈判筹码那明年的总预算将近3兆，国防预算加特别预算可能会有6000多亿多5%，也是蛮高的。我们看一下。忌惮中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27号在日本东京会晤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与防卫大臣，举行2+2安全会谈，宣布将加强美日军事合作。美日都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担心东海、南海、台海的威胁日益升高。不过，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致辞时表示，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是严重的战略误判。China does not interfere in the U.S. elec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U.S. should refrain from interfering in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and playing the China card in the election year. 谢锋强调，美国一旦终止与大陆的永久正常贸易，将为美国带来1.6兆美元经济损失。猛打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不会有赢家。哪位兄？我先讲一点美国大选简单一点，我们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上面来。我觉得，这个发展是我预见到了。我这几天其实我在别的地方讲也是这样讲。我觉得 Harris 的民调只会再往上走，他跟川普的差距一定会拉开。我觉得，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关键是那个7个摇摆州，这7个摇摆州 ，Harris 当然要下功夫去，但是他先天上有一个优点。先讲上一次的选举，拜登只有丢掉北卡罗来纳州，这7个摇摆州93票，拜登拿了77票，因为他只丢掉北卡的16票。那这7个摇摆州目前7个摇摆州只有乔治亚的州长是共和党，其他都是民主党。所以 Harris 他的提名呢，一定要在这7个摇摆州里面找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州。我认为目前传出来说是 Kelly。就是这个刚刚介绍的那个参议员太空人，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如果找这个宾州的话是很好 ，Shapiro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人，而且宾州有19票，是7个摇摆州里面票最多的，但是有个缺点，他也是犹太人 ，Harris 的老公又是犹太人，你再找一个副总统又是犹太人，你会不会引起其他族裔的反感？这是个问题。那你如果去找 Michigan 州的州长呢 ，Whitmer。他很棒，那个州有15票选举人票，但是她是女性，你不可能提2个女性出来选总统、副总统都是女孩子包办嘛？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他最后要找 Kelly， 因为 Kelly 受欢迎，而且他太太可以打悲情牌，他在2011年被枪击重伤而民主党基本上就是认为枪支不可以随便的出售，那我觉得。这一次民主党会打这个牌，Kelly 如果出来选副总统，他的太太就是一张好牌。所以我整个来看，就是少数族群，他只要把他抓住，我觉得妇女票，因为这个 Vance 讲话讲得太过头了，我认为妇女票这一次对这个 Harris 会有相当大的加分。至于说到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次大家会觉得王毅好像变得比较的凶悍一点我想有原因，因为这是东盟的外长会议，举行的地点又在辽国。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有主场的优势，因为辽国是他最好的朋友，没有人比他更好的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我应该好好的讲一讲你，而且还有原因他们是失望、愤怒、无所期待因为中国大陆觉得说，你美国从川普到布林肯。到这个在拜登，你都一路打压我，不管谁当选，我对你不会有什么期盼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就是代表他们这样一个心态。但是呢，讲到说会不会大家保持斗而不破，这是一定的了。2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而且双方的经贸关系也这么密切，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美国也是斗而不破。为什么美国每一阵子拜登就要打电话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给习近平，或者要利用这个国际的会议，双方这个要进行一个正式的会谈。然后布林肯为什么经常往大陆走？财政部长为什么经常往大陆走？大家其实就保持斗而不破，因为这个破的结果呢，那个可怕的后果，大概谁也都没有办法承受。但是美国一定会继续打压中国大陆，因为俄国它必须要去一个很好的理由，你为什么要这么庞大的国防预算？它的国防预算年度预算是8414亿，其实错了。我后来参加一个国际，我才弄清楚，那是能源部办的。能源部怎么办一个防止核子扩散的一个学术座谈会呢？我后来才晓得，能源部里面有几百亿，就是编给国防部去存放它的核子武器的。所以这个钱也要放到国防部的预算里面去，还有加上其他费用，加起来真正，譬如说像2024年的国防预算，绝对不是8414亿，是8837亿。那你没有一个好的理由，你没有一个强大的敌人的话，你编这么多预算，你本身在国内就会遭受很大的反对，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俄国已经倒下去了。美国国防预算8000多亿美金，中共不到2000亿美金，俄罗斯只有700多亿美金。来，凤馨，最近有一位学者，他访问了美中台，那当然他未来将会出书的学者，结果他发现到说，他访问的美国学者都认为，如果跟中国开战，美国会输。他访问的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大陆距离美国的国力还差得远，所以他们必须还是要保守谨慎，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状况。好，不过呢，布林肯来到亚洲做任何的事情，我现在通通都不关心，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快下台了。因为即便是贺锦丽，现在他的国安团队里头主要的成员已经排除了布林肯，也排除了苏利文，所以拜登最嫡系的2位贺锦丽通通排除。那这你就知道说，布林肯也好，苏利文也好，他都不可能在。就算贺锦丽当选，虽然我认为现在几率还是很低，就算贺锦丽当选，他们也不会扮演任何的角色。那美日之间的2+2，我觉得那个是例行的，因为很简单，不只是布林肯，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续任国务卿。很重要的是，日本的执政的自民党9月底就要换党魁了。那这个党魁，当然岸田文雄一定会竞选连任啦。但能不能成功？现在他们暗潮汹涌，内部其实有很庞大的力量想要取代岸田文雄，所以未来他们的外交部长、外务省大臣，或者是他们的防卫大臣，还会不会是这2位？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去讨论，它就变成了一个就很虚的一件事情。但是美国总统大选，我这边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我仍旧不看好贺锦丽，我仍旧认为川普当选的几率超过65%。道理非常的简单，现在所有的媒体对贺锦丽通通都是新人的姿态在欢迎他，他是没有被检验的人。选举等到被检验的时候，所有的污点才会出现。你不要讲这个共和党如何的来攻击贺锦丽，我现在看到不管是《纽约时报》或者是《经济学人》，这应该够挺民主党了吧？都会提到说，包括了他在移民上面的问题，包括他在通膨上面，他一直否认有通膨问题，这距离美国人民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他在加州检察官的这个任内所造成的加州的犯罪率不断的上升，也是他不断的被检验的，而这些恰恰都是美国民众最痛的时间点。所以到了9月17号的辩论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即便《纽约时报》跟《经济学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贺锦丽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口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呢，他没有愿景。好，所以川普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贺锦丽的检验才刚刚开始，但是前一阵子我其实听过一位华尔街的分析师他跟我讲了一个，就是他的判断就是，川普如果当选，世界大乱，而当时是讲拜登，那我现在必须要讲说，贺锦丽更是，贺锦丽当选，美国大乱。理由很简单，贺锦丽川普之所以骂他说是激进左派疯子，是因为他确实是激进左派。所以呢，当你看到民主党现在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是激进左派，
而川普根本就是已经把共和党打造成为一个激进右派的宗教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激进左派跟激进右派，如果激进右派输了，你认为川普这一次会掀起什么样的美国大乱？但我要提醒，他当选的话，对我们可能压力更大。我从经济讲一件事情就好了。他现在最亲信的，大家公认是莱特海泽，就是他在任内的时候的贸易代表。他在任内的第一次，他在2016年到2021年这一段期间，他的所有的部属都离他而远去，只有莱特海泽一路跟在他旁边。那么莱特海泽啦、川普啦，还有这个 Vance 啦，都是主张弱势美元，而他们的弱势美元要怎么做呢？他们要仿造的是在雷根时期的广场协议。各位，你们可能不熟悉广场协议，你去 Google 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所有搞财经的人对于广场协议，那就是再熟悉也不过了，那就是标准的以邻为壑的外汇政策，要求其他国家升值。你不升值，我就给你提高关税。当年他如此的压迫德国，如此的压迫日本，也如此的压迫台湾。那台湾当时的新台币汇率从42对1美元升值到24对1美元，这一段历史，1985年一直到1988年这左右这段期间的历史，我历历在目。台湾的整个产业结构全部都会被轮了一圈，幸好我们当时留下了电子产业，否则的话，当时传统产业已经整个通通都搬离了，它掏空其他国家的产业，然后去塑造美国产业的优势。那莱特海泽相信这一套，川普相信这一套 ，Vance 相信这一套。如果真的有广场协议2.0版的话，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讨得了好。休息一下再回来。